普京現在來呢，就是他要得到一個確認，就確認說習近平沒有出賣我。習近平在這個時候，川普剛走，他馬上就這個會見這個普京。習近平的盤算，第一當然就是安撫俄羅斯，就是我沒有出賣你。對川普來說，不要以為你們見面了就沒事了，我還是要想辦法拆散你們。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武成。大家知道最近這個美國總統川普呢，剛剛訪問完北京，前腳才剛走，這個俄羅斯總統普京啊，馬上就訪問北京了。5月20號呢，這個普京在這個北京呢會見了習近平。這個普京看起來呢非常輕鬆，這個說是中俄老朋友見面，還引了說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這中文很好。對，這個老實講，這有點肉麻了哈。但是不管怎麼樣呢，看起來了好像中俄老朋友見面，這個反美的陣線在升級。但是呢，這個大家更重視的呢，除了他們表面上的這種親熱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普京這次去他談什麼？他想跟習近平談什麼？這個習近平又想跟他談什麼？或者是說想要表達什麼樣的政治語言跟姿態？我想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們今天還是請國際政治最權威兩岸問題專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明老師來到我們節目，跟我們解析一下這個中俄這兩個獨裁者最近呢到底葫蘆裡賣什麼膏藥？老師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的，我想呢，這個川普呢去了這個北京呢，我想對俄羅斯來講，當然是絕對密切關注這次的訪問。那他當然一方面可能是想要旁敲側擊，看看到底習近平跟這個川普談了什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源現在聽說呢有一條這個很重要的這個天然氣的管線這個從這個俄羅斯要拉到中國。那俄羅斯當然希望能夠在上面呢好好的這個賺一筆。那也有人說呢，中國呢也會希望在這個時候呢，透過這條天然氣的管線，強化它在能源的這個安全性跟自主性。那也就是說呢，這不只是經濟層面的問題，也是戰略層面的問題。不過好像又聽說這條管線的這個興建呢，也不是那麼順利，好像還沒有達成一個最後的結論。那老師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先說一下這次那個，當然就像你說的哈，川普剛剛走，然後習近平就迎接普京來。所以他們當然有具體的問題要談，譬如戰爭啦、能源啦，然後荷姆斯海峽等等，這些是具體問題。但是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我們可以先轉回來談一下，就是所謂美中俄的大三角因為這兩次的這會面，一個是川普跟習近平會面，一個是習近平跟普京會面，這兩次會面對大三角有什麼影響？當然，就這個時間點，你剛剛講說，他要旁敲側擊問一下習近平說：“你們談什麼？”恐怕不是旁敲側擊，是我猜應該是蠻直白的問，就是說：“你們談了什麼？然後談得如何啊？有什麼結論出來？”我猜，因為大三角我們談了這麼多年嘛，從1970年代一路談到現在，談了半個世紀，基本上就是，即便中間蘇聯崩潰了，然後變成俄羅斯。但是那個基本的架構還在，也就是基本架構還在，也就是說，俄羅斯跟中共呢，雖然俄國經過了這個不流血革命，然後推翻了共產政權，但是集權的本質仍然沒有改變。一旦集權本質沒有改變，它的外交路線沒有大改變的時候，那個原來的大三角態勢呢，大體還在的。那現在就是我們如果先不談小的，現在大三角的部分就是。我猜俄羅斯當然會有點低估，就是說你川普一直想要這個瓦解或者想這個分裂我們中共跟俄羅斯，那你這次跑到那邊去，你有沒有搞什麼鬼？所以他很擔心這個問題。所以70年代的時候，美國不是聯中制俄嗎？當然這個話不太準確，不過我們大體這樣講。如果說那個時候搞聯中制俄，把俄國搞得蠻慘的話，現在的這個普京他多少會擔心，會不會這樣子？所以跑來問問，就是我想確認一下咱們哥倆的關係是不是還這麼鐵？這第一個。第二就是他也想跟世界顯示一下，我們沒有裂痕，你不要想搞鬼。對啊，川普剛剛走我就來，大家都想知道說，中美是不是關係改善了？是。
然後川普那邊有沒有做什麼小動作，或者說習近平有沒有背後出賣普京什麼等等。然後普京來了呢，雙方如果表現熱絡一點的話呢，他會對國際呢，我猜俄國這樣當然想這樣做，但是我猜習近平那邊想這樣做，就是我們釋放訊號給大家，我們關係還是很好的，我們沒有什麼問題。你看，我們有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我們有無上限夥伴關係等等。那雖然烏克蘭戰爭中共幫你幫的不算多，但是也有幫了。然後咱們這個戰略利益還是相同的，所以即便不管人家怎麼說，反正我先演給大家看。這第二個，第三個，我們剛剛講這個他這次呢，普京來訪呢，帶了5個副總理，帶了8個部長，所以西方媒體開玩笑說，你看半個俄羅斯政府都過來了，比方說他們有些具體問題要談，是。他帶了農業部啊、科技啦，然後這個能源啦什麼等等的這些，還帶了這個中央銀行行長吧，所以雙方那個能源關係和經貿關係了，那毫無疑問了，因為雙方各有所需了。俄國被這個4年前爆發戰爭之後呢，4年多前嘛，爆發戰爭之後被西方社會制裁，那它石油啊、天然气很多呢賣出來有困難，然後歐洲各國呢也開始減買，所以對他來說呢是一個蠻大的衝擊。那剛好中國補上來，那問題就是價格怎麼辦？這個東西還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了。那中國當然希望說你現在很困難了，我想便宜買。那俄羅斯說我再怎麼困難，我也不能便宜到一定程度，所以我還得怎麼樣。所以這東西有很多要談的。但不管怎麼樣呢，這個題目是一定跑不掉的哈。再一個就是現在俄羅斯打仗呢打得蠻吃力的。當然，現在不是傳說，當然後來被否認了，說習近平告訴川普說，普京有點後悔呢，發動戰爭。後來這個消息又被否認了，說川普說他從來沒跟我說的事情，可能有說，但是川普呢故意這樣講呢，就是應該這樣說吧，也算是一個分裂中俄的一種做法。他當然這樣講了，但是俄羅斯心裡會有點嘀咕，說不定他這過2天，川普在別的場合，然後再透露一句什麼話呢？這個就已經對普京來說呢就很討厭。所以俄國被制裁呢，他當然希望說我能夠有比較穩妥的來源。那再來就是烏克蘭問題，因為雖然這幾年來呢，中共呢在這個不管在國際場合也好，或者實際的這個面向也好呢，他對俄羅斯在這個戰爭方面援助是沒有少的。可是對俄羅斯來說，如果現在你對我的援助停下來了，或者我們這交易啊什麼的停下來了，那我的生命線就切斷了，我可能打不下去的。這個我們現在差不多猜得到了，所以對俄羅斯來說，確定這個問題呢，應該是蠻關鍵的。所以剛剛講說帶了半個政府過去呢，不應該是有原因的。再一個就是普京呢也在玩這種大三角，因為他坦白說，我覺得他也夠厲害的了。他也在玩大三角，因為在俄羅斯戰場上面，他雖然沒有直接從美國方面承壓，他等於是面對的是歐洲，但是北約在後面虎視眈眈的，美國也在那裡，所以他也必須對美國放個訊號，就是我也在玩大三角，然後我跟中共關係很好的，你也別想搞什麼鬼，你也別想把我從這邊拉走，別想把中共從這邊拉走，所以反正三方呢都在算計吧。當然以現在這樣來說的話，應該這樣講，普京是三方中最弱的一方，是應該是這樣。是，我想這個老師給我們解析得很透徹了。老實說，這個現在怎麼看呢？都是俄羅斯有求於中國的地方多。是這樣。中國目前看來有求於俄羅斯的地方最多就能源。不過能源問題呢，也不是這個單純中國一國要面臨的問題。如果你中東出狀況西方國家、日本、韓國其實也更擔心。我們都是不是只有中國一國擔心，而且中國自己。在這個領域裡頭，其實它的發言權呢，它的綠能發展啦，核能發展，其實它還是有它一定的基礎。所以，看起來呢，這個是俄羅斯有求於中國的是比較多了。不過，就我個人的了解，俄羅斯老實說這個這麼多年來，你說經濟可能不見得都會搞，但是外交從帝俄時期，老實講，很厲害。俄羅斯的外交真的這個是非常厲害的，甚至說俄羅斯現在在這個跟中國當然不用說，甚至連台灣我知道是我們外交單位在俄羅斯其實
俄羅斯也是對我們其實也歡迎我們人去觀光啦。雖然沒有說台灣是站在這個美國這邊對這個烏俄戰爭我們的立場他們很清楚，可是他們也是常常也是跟我們推銷各種什麼物資啦木材啦，然後什麼芭蕾舞團樂團啊什麼來台北表演啊等等。我相信你一定注意到，我們在台北開一些這個比較有趣的研討會，是這種國際政治的這種研討會，俄羅斯很多那個代表會參加的，是他們外交官都會來，外交官會來的，然後通常不講話，但是都記筆記，比如說他聽中文都沒有問題。是俄國的代表呢，在我碰到的當中呢，中文上很好的。是这個其實從康熙皇帝時候開始就是如此了，這就靠他們的翻譯。所以我覺得這個他們關切台灣或關切台灣的動向，有它道理的，是有它道理。是，也代表說，其實俄羅斯也知道中國也不是真的就100%的能夠推心置腹嘛，因為他知道我們跟中共當然是站在對立的地位嘛，所以他經營或至少不忽略跟我們的關係。其實老實說，這個絕對會玩。也不是說真的就像大家想的說，就是中俄就真的是穿一條褲子，我覺得也未必不是那樣。對，好，那當然呢，這個回到這個習近平的角度來講，他當然也知道這個時候這個普京來呢，肯定也不會希望空手而回，有求於他了也是簽了40多份文件哈。那这當然有人就批評說，你這個好像還是傳統什麼以中華之務利良與國之歡心等等但不管怎麼樣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習近平呢，這個時候熱烈歡迎這個普京，普京也說得很客氣，說回到這裡什麼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啦，說我已經來過20多次然後態度非常的輕鬆，還在上車的時候還脫了這個外套，有人說他代表他裡頭沒穿防彈衣表示他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放心。那不管怎麼樣，習近平在這個時候，川普剛走，他馬上就這個會見這個普京，習近平的盤算有可能會是什麼？也是大國政治部分嘛。第一當然就是安撫俄羅斯，就是我沒有出賣你。對了，這個我們都曉得，川普想這個把我們兩家分裂了，然後這個各個擊破等等，那我們當然曉得。所以我現在接見你，就比方說我對你也推心置腹，是，那我也沒有在背後要出賣你什麼的呢。這第一個。第二就是當然。習近平這時候接待完了川普之後接待普京等於回頭告訴川普說，你看我有俄羅斯牌對，現在我們曉得，你不管是這個烏克蘭戰爭也好啦，或者說中東的戰爭也好啦，或台海問題也好啦，然後像印太呢，現在美國這幾年在印太不是加強圍堵中共嘛，這些問題呢，這兩個國家都很有感受所以普京希望你中共呢，在烏克蘭在歐洲這邊你幫我。然後在亞洲那邊，你面對日本也好，面對台灣也好，我能幫我也來幫了打仗實在是沒辦法了，但是出2架飛機，開2條船，跟你一起演習一下，然後這個秀肌肉，這是沒問題的。所以這些呢，就是中俄有靠近的理由。習近平現在把普京這次接待來一下，也告訴美國說你以為這麼一下你就這個就把我們拆散了。當然，另外層意就是，你看我在接待普京之前，我接待你川普，也表示說我其實還是很重視你的。我有俄羅斯，但是我很樂意跟你美國來往，所以他等於同時發幾個訊號。當然，另外一點，我覺得可能就是那個剛剛你前面講的萬邦來朝那句話，中國習慣就是。我吾乃泱泱大國也什麼的呢，然後萬邦來朝，所以這個感覺非常好。新聞現在不是講嗎？他最近這1個月之內連續接見了安理會的這個其他成員國的這個領袖，法國、英國，現在這美國跟俄羅斯都來了，所以你看我多麼了不起。這點在國內吹噓來說那是不得了的呀。你看現在大陸新聞也講說，你看這是現在我們中國這個外交高光時刻，然後你看這個誰也來了什麼等等，然後這樣一路上排下來，所以對他們說，這個是一個至少對習近平來說，這是一個值得炫耀的成就。對，我抓了很多將軍，我把張月霞抓下來了，然後很多問題還沒有擺平，但你看看我這幫就是厲害呀。所以他的對內宣傳來說呢，毫無疑問他是可以得分的。還一點呢，這樣講的時候，他這樣做的時候，你看我又接待了美國，然後美國又來了，俄羅斯又來了，然後英國也來了，法國也來了，
表示什麼？表示我很厲害，不只是我厲害，我現在是這個美國好像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我是另外權力中心。川普都說 G2 了嘛，是对不對？川普说 G2，那他 G1 呢？我就 G2 了，那就是我至少跟美国一樣強大，所以世界不是单极世界啊。对，哎，就是我们說的多极世界啊。他跟普京不是講了嗎？他在2023年3月份就講了，我們要打造個新的世界秩序。哎，現在是一個多極世界，然後你們大家都來了，所以儼然的我成為另外一個中心。那就算我沒有那麼強大化，多極是跑不掉的。所以這個呢，是我覺得它是可以，幾乎是可以拿出來講。而且我們可以看的就是很快呢，有一些大陸的御用學者專家呢就會拿出來講了。所以走到這一步，我覺得對普京應該說對習近平來說，對北京來說，大概就是最理想狀態。中美現在穩定下來了，是，然後中俄繼續合作，然後美國俄羅斯呢還有矛盾，他們的矛盾沒化解，所以我在當中呢，我可以漁翁得利。他雖然不會這樣講，但他計算的時候呢，他就慢慢會計算到這一步，而這個呢，對我來說有利。所以嚴格說呢，我們都講說在三角關係當中呢，最有利的一方就是誰能夠同時跟另外兩邊都保持良好關係，那這個是很關鍵的，這我們叫做戰略樞紐地位。當然我不認為說中共得到了這，我要這樣講，我不認為說中共完全得到了這樞紐地位，但是現在的態勢呢，的確讓它可以慢慢向樞紐方向去前進。原來美國想把這樞紐給俄羅斯，普京自己不要，他也不敢要，他不能要，因為他怕如果我握了這個川普的手，然後我摔下習近平的手的時候，然後然後川普背叛我的話，我兩頭落空。所以普京不敢這樣賭，即便普京知道川普想這樣做，但他沒有把握，因為我們曉得中俄兩國呢，大概上百年的時間吧，不相信美國，更不要說打過2次大戰，所以對他們來說，要走到日本很困難。即便我們握了手、見了面、喝了茶，然後一起逛了中南海，我看還是很難走到那一步。所以，應該這樣說吧，這個大三角關係呢，應該這樣說有點變動，但是它的變動畢竟不像1970年代那麼大。我現在是這樣感覺。是，我想這個老師解析的非常透徹了，就是對習近平來講，不管私底下要付出多少訂單啦，簽訂多少合同，反正呢，現在看來的就是英國、法國俄羅斯、美國這個安理會的5常，除了我自己以外，4常都來了。對那這個無論如何都到我家來了。這個在國內，不管是一般老百姓的看法了，還是他在黨內在國際上的，無論如何都是個加分嘛。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給點合同啊，答應一些什麼條件啊，什麼東西，我想這對中國來講向來不是問題。而且對他來說，可能有些東西是蠻實在的。就像你剛剛說那條那個油管，我們剛剛沒有談到。那油管呢，當然當初俄羅斯比較希望建，然後中國方面比較有保留。保留原因基本上就是價碼談不攏，雙方的價格差太多了。俄羅斯希望賣到大概可能賣到因為它的成本是69塊，它大概希望賣到100或更高，尤其在那個時候封鎖那個荷姆茲海峽，它希望賣到那麼高。但是中共方面過去因為它跟伊朗也好，它跟那個委內瑞拉也好，它買的都是很便宜的油。他跟俄國買油，他當然不希望太貴。當然，過去買了一段時間，也在這個差不多80塊上下。他大概也不願意希望是超過太多。所以這條油管固然現在對雙方都有利，然後談成機會比較大。但是我覺得價格恐怕還是最後的一個問題。這個如果說價格談不攏的話，那這條油管可能暫時不會大力推動。我這樣猜的。是，我想這個老師這個分析很徹底，因為這個現在中國經濟也不是太好嘛。對你花太多錢買俄羅斯的油呢，老實說不划算呢。這也不划算，不划算因為你中東戰事說不定
也不會持續太久，說不定今年就結束了。那油價恢復常態，你跟俄羅斯簽約肯定也是長約，也不可能是隨時說改就能改。你一圈這個約一圈下來3-5年跑不掉了，最少吧，對不對？所以這個當然國內的經濟壓力也不是習近平完全可以說這個不算經濟賬，因為畢竟現在國內經濟壓力也是挺嚴重，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他能談得越低，少1塊美元。都好啊，都是大事了。那而且我真的也認為說，中共呢也不想說在這件事情上完全讓俄羅斯獅子大開口，說你要多少就多少。我想他大概也不願意這樣。那俄羅斯來講的話，現在當然中國那個一定得拉緊，好，但是也這個如果說賣得太便宜的話，他在世界其他市场可能也吃虧，所以他也不能說專給中國殺價，那你其他地方價格也高不起來，所以這中間當然大家各有各的談法了，但是。無論如何呢，目前看起來他們談過了之後呢，我相信這兩國一定都重視川普的態度。那當然，這川普剛離開北京，對不對？然後這個普京馬上就跑到這個北京去了，跟習近平這個咬耳朵。那這中間不可能不提到川普，一定的也好，美國政府也好，一定密切注意說你中俄到底談什麼，是不是和而謀我？好，然後這個國務院啦、五角大廈，甚至還會關注到說對這個歐洲的形勢，這個亞太的形勢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影響？那這是也請老師給我們解析一下。我們現在講說這個美中的三邊關係呢，三方這樣互動一輪之後呢，的確是有一些，我不能說有什麼，但有震動是毫無疑問的。也就是說，大變動恐怕沒有，但震動是有。為什麼我們是這樣講呢？第一，你剛剛問的說，川普會不會很意外？川普大概不會意外，因為他玩的東西呢，川普這樣玩呢，就是嚴格說，你仔細看一下，川普這次可以不去的，因為坦白說，沒有那麼大的動機讓他去。他去當然可以，但是不去也沒有多大傷害，因為你覺得他這去之後多要到了什麼東西嗎？沒有太多。對，他賣了一些說是賣了一些什麼。農產品啊，說要賣石油啦，什麼天然氣，然後賣了波音飛機啦，他不去這也買得到吧？是，對不對？所以我不覺得他這次去，他真的在買賣方面他做成了什麼東西。當然，他帶了這麼大的團去，所以有點非比尋常。不過，具體的這些經貿成果我們現在沒看到。所以他這樣去完之後，然後他想，不管是習近平見普京也好，或普京來見習近平也好。對川普來說不會是一個意外，因為本來這個就是一個大三角關係，然後你們就算不見面，你一定通電話嘛。你見面呢，可能會就談得更細節一點等等，所以他會算到，我見完習近平之後呢，普京就會擔心，所以習近平也想要安撫普京。至於說是去安撫呢，還是來被安撫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習近平呢，普京從這個川普角度來說呢，他會分別看你們兩邊會怎麼想這個事情。首先先看他去看習近平，習近平呢，習近平給的訊號就是，不要以為我跟你講的話，咱們倆就沒事了。我跟這個普京還是好朋友，翻成白話就是我還有普京這張牌了，我看你怎麼樣了，對不對？這個是毫無疑問的，所以。你不要以為咱們談一次就把我們拆散了，沒這種事情。所以這個是個典型的這個平衡外交。好，那川普看完之後，他就去分析普京。普京現在來呢，就是他要得到一個確認，就確認說習近平沒有出賣我。不管習近平有沒有出賣，普京的疑慮是一定在的。是，普京是不能沒有疑慮的，他必須把這疑慮放在腦袋裡面。那唯一能夠得到最好的答案就是習近平再三保證，然後各種跡象都告訴你，甚至把這個我們談話錄音的放給你聽。他這結論說你們沒有出賣我，他會得到結論，你們這次沒出賣我，並不代表下一次不會，也不代表將來不會，因為這個結構擺在那兒，這個東西你是沒辦法的。所以任何會玩的人呢，大家都看懂這個。好，那川普算完這兩個之後呢？他想怎麼辦呢？我還真的要分化他們，因為很簡單，從川普角度來說，固然美國可以打2場半戰爭，但並不代表說我一定要打2場半戰爭，更不代表說我想打2場半戰爭，對不對？這個很簡單的這個國際政治道理。
所以能夠不打2場半戰爭，我就不要打2場半戰爭。更何況現在這個，你看烏克蘭戰爭還沒結束，雖然我把重擔大部分丟給歐洲去了，就像我們當初這個判斷的一樣，但是台海的問題，說不定哪一天真的要出什麼事兒的，所以我一定要保持很強的力度呢，去保住我在台海的利益。那這樣的話，我若同時面對中俄2個有核子武器的大國的話，即便我打了贏呢，都很頭痛。所以對川普來說，不要以為你們見面了就沒事了，我還是要想辦法拆散你們。而且看完之後，川普可能會下定決心，我更要拆散你們，對不對？因為這是邏輯嘛。所以好，所以第一呢，就是我希望能夠做點動作或說點話，避免你們真正結盟。第二呢，我跟這個習近平談了，說不定過程我跟川普再談一下，我用2個談判呢，想辦法重組我們三角關係。第三，在重組三角關係當中呢，我看看真的能夠切割你們到某種程度，讓我呢同時跟兩邊的友好。這就回到我們剛前面講的邏輯，在三角政治當中，誰都想當樞紐。是，我們把樞紐再翻一次，我站在一個位置上面，我同時对另外2邊的關係呢，都好過他们自己的關係，好過他們之間的雙邊關係，這個叫樞紐。這個有時候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尤其美國想當樞紐不太容易，除非中俄有邊界戰爭，否則美國當樞紐比較困難。美國現在唯一能做就是你們2邊不要結成緊密同盟來對付我，那已經是一個最佳狀態了。所以回到我們剛剛講邏輯，就是對川普來說，他一定會更加希望破壞他們的雙邊關係。好，那現在我們把3邊都算完之後呢，大概是這樣的。目前是這麼個態勢。中俄之間的戰略合作呢，應該還蠻密切，因為雙方有共同利益、有平行利益。中美之間呢，競爭蠻激烈的，而且這個應該會走上對抗。但是呢，不是沒有穩定的可能。那現在咱們不就來了嗎？就見了嗎？我帶了這麼大一個團來了，哪怕沒談成什麼東西，我誠意還在呀，是對不對？這個你習近平再怎麼分析，你應該分析到這一點呢。美俄呢，現在我們是有敵對態勢，我們在烏克蘭那邊呢是不太愉快，但是我美國畢竟沒有直接進來啊，我畢竟沒有直接進來啊，所以我們雖然有一些這個某種程度的敵對關係，我們可談判的，而且你普京看見了，我一天到晚講你好話，然後我一天到晚壓迫你對手澤連斯基，你都看見了，雖然你會懷疑我背後的動機，但是至少在這層看。你就覺得我對你來說我是有幫助是有利的，所以現在就是川普的動作呢，當然很多人不喜歡，但我覺得有他厲害的地方，也就是說他似乎想要調整三角關係。當然你說是不是能夠馬上如願，我不敢講，但是至少他使得原來看起來比較僵化的三角關係呢，略有一點鬆動。這個情況呢，對他是有利的。為什麼有利呢？因為現在我們這樣講完之後，大家可能得到一個結論：中俄雙方都怕被孤立，中俄雙方都怕被對方出賣，俄國怕被中共出賣，中共怕被這個俄國出賣，只有美國不擔心被另外2邊出賣，所以這態勢對他來說呢是比較有利的。但是我們話又說回來了哈，這種對美國有利態勢呢，第一，能維持多久？第二，能走多遠？第三呢，能夠給美國帶來多大的好處？這些我覺得還得再往下看。現在只能說，原來相對比較僵化的三角關係呢，出現一些鬆動，大概只能是這樣子。那這鬆動到什麼程度呢？我們看看後幾個禮拜吧。是，我想剛剛老師解析的就是這三角關係。我覺得，好，誰搶樞紐？好，就我個人看來，我認為這個中俄啊，當然看起來是最穩的，對啊，因為他們彼此需要的最多啊，政權的性質啦，這領導人的風格啦等等。那麼啊，中美呢是貿易還是有的啊，也還是很大，雖然現在比較少，比起前幾年啊是有差了，但是至少這個還是蠻大的啊，這個商務往來啊，在國際政治上的互動啊，這個中美這是一定。那啊，這個美俄呢啊，相對來講，就可能就少一點了。啊，沒有那麼多了。但是
我個人認為，美國的樞紐地位在於什麼？就是你中國在乎的是台灣問題，你俄國在乎的是烏克蘭問題。但是呢，在台灣問題上，我美國加碼台灣，你中國馬上就面臨相對困難的局面。那這個烏克蘭問題呢？雖然說川普說我不援助烏克蘭，我主要交給歐洲。說不定其中選舉之後，他隨時華麗轉身了，他又恢復了，說我繼續要這個支持烏克蘭怎麼樣？那美國國會也好，歐洲國家也好，不會去怪他，你這麼怎麼浪子回頭的，一定是支持的。所以換句話說呢，他這個人呢，其實等於是在中俄最關心的問題上，美國其實都有最大的力量，是他最大的力量，有籌碼。有筹碼，毫無疑問，有枢纽地位。比如說，他要加碼台灣，你說這個日本啊，這些其他國家，歐洲會反對嗎？不會反对。好，他說我要支援這個烏克蘭，對付俄羅斯，日本會反對吧？這亞洲國家會反對，沒有國家會反對。所以我認為，美國雖然大家覺得好像，這個他有其中選舉啦，他國內各式各樣的聲音啊，老實說，真的回到國際政治的這個本質來講。他的籌碼、發言權、他的地位還是最大，他是最大，毫無疑問。他就卡一個問題，就卡半年之後的這個期中選舉。他期中選舉如果贏的話，那毫無疑問，他後面就真的就大殺四方了。他期中選舉如果選得不好，丟掉1院、丟掉2院的話，他就要跛腳。所以他也蠻急的。也就是說，現在這個態勢就是三方呢都有優勢，但三方也都有短板，然後這短板呢也都互相被對方抓住。這倒蠻有趣的哈，就是3個家伙呢，3隻螃蟹卡在那裡，鉗子都鉗住了，然後都不太能動，但就在想辦法這情況呢，去調整一下空間，大概就是只能這樣子。除非我們剛剛講說，俄烏戰爭很快結束了，然後或者說這個中國之間爆發了大衝突了，然後台海出了什麼事了等等，除非發生這麼大的事情。否則，我們現在判斷就是美中俄關係要有大的變化呢，暫時不容易，暫時不容易。所以我想各自有各自的盤算。是。那老實說呢，這個目前看起來的話，俄羅斯當然就是一個烏克蘭戰爭沒辦法解決。那美國呢，就其中選舉。但是相對來講，我覺得它的政治制度啊，社會還是比較穩定。那當然。反而真的最具要擔心的是習近平的中國啊，因為黨內問題、接班問題、權力問題。這個反而相對來講，還有一點呢，因為這是外界傳言了，說，本來每個人都只能做2屆嘛，習近平為什麼都只能做3屆呢？他說，我有把握解決台灣問題，你們給我一次機會，那我來試試看。好，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話，你覺得他沒有壓力嗎？他有壓力啊。是。那因為你給5年，明年就到期了，現在已經是4年半了嘛，就剩下這個差不多半年多一點點。當然了，你要硬要升的話，就是說到明年年底，2027年年底，那這樣可能還算是有1年半的時間，就不只是半年了。1年半的時間，你說解決台灣問題不容易啊，對不對？所以你說川普選輸了，川普的2院選輸了，那就我推動政策有困難。普京若打敗的話，他可能要逃亡，對不對？是。那習近平若明年不能解決台灣問題，你覺得會怎麼樣？所以我剛剛講說3方這樣卡住，這是3個國家這樣卡住，但3個領導人他彼此不是也是卡在那兒嗎？是，這各有各的短板嗎？是吧？所以講到這裡，就是大家不要以為那麼風光的政治人物，他真的就無往不利。要真的無往不利，那人就秦始皇了，一統天下了，就這樣子了。而且趙老師剛才分析，我這樣看起來反而相对來講，川普問題最小。是因為其中選舉好了，就算民主黨得了多數好了，那你川普就退回來，我就當個謙虛的總統，因為這就跟國會協商啦什麼什麼，這個老實講對美國來講是很平常的事，很平常的事情，那沒什麼了不起。那國會呢，當然畢竟他還是總統啊，你這個有否決法案的權利嘛，也還是會給他留下相當程度的這個政治權利跟空間。對啊，因為他是一個最有制度的國家。那俄羅斯呢，那當然現在就烏克蘭問題嘛，那這個他一定是希望做中國的幫助。但是呢，俄羅斯國內我現在看就是普京沒有強大的挑戰者，俄羅斯國身經濟好像也還行啊，最近沒那麼好，最近沒那麼好，應該這樣說，比起6月或1年以前來說呢，他現在經濟問題大幅浮現，因為
畢竟打仗打那麼久呢，這個財政的壓力跟那個物價的上升壓力，那個還是明確的了。是，但是對中國來講呢，看起來好像習近平最穩9000萬黨員團結在他的這個中間，但是內部人事將領的整肅國內的經濟，老實說，這個說垮，說不定一動可能是山崩。是這個跟俄羅斯狀況又不太一樣，性質不同，對，性質不同，沒有錯。所以他最擔心的恐怕跟其他他們2個人擔心的問題是不一樣。而且比如說我說要解決台灣問題，那不可能繞過美國嘛，他不可能這個假定說美國完全不插手來這個讓他自由自在的解決台灣問題。我想他再怎麼樂觀也不至於這麼想吧。沒有錯，他唯一賭的就是美國出現大動亂，然後無暇顧及台灣。但是我們曉得第7艦的司令官是得到明確訓令的，是，也就是情況到了某一步的時候，我打開這個總統給我3個錦囊，一個依序的我就照着做了，因為這是有過訓令的了，所以我不預期有很大的問題，就是這樣子。而且還有就是個人都不能講的健康問題这些，所以我想這個目前看起來呢，3大國呢這個彼此之間呢是又有合作的地方，但是也有對抗的地方。當然，而且這彼此之間呢也各有各的算計，所以看起來好像普京到了北京很輕鬆很自在。老實說呢，問題可能也沒有像他們想的這麼簡單。那今天呢，非常感謝這個明居正老師來到我們節目，對這3大國的這個領袖呢最近的這些互動做了非常精密的分析。謝謝老師。哪裡？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各位觀眾。好，現在我們就看這3大國領袖的縱橫捭闔，看起來呢風光無限，實際上玄機處處我們會保持密切的關注。那今天呢，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呢給我們批評指教，然後按讚、分享、訂閱。按下小鈴鐺，我們下次再會。還是老師講那個徹底，他們這3個老師講那個，而且我真的覺得，其實可能問題最多的，就沒有錯，你說的病最多的，覺得可能是習近平。是習近平，表面上看起來他最風光，但實際上問題他最大。他是不報則已，一報就全盤皆輸。那人家爆掉之後呢，還不一定。普京很難講，普京當然可以逃出去當獄工，我相信願意對付普京人應該還是有的。而且普京打烏克蘭當然是侵略戰爭，可是俄羅斯國內因為跟烏克蘭之間的情節其實太複雜，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麼反對他打烏克蘭。對不然也打不了那麼久。對。好，所以換句話，這全都是一個政治問題嘛。可是這個習近平整黨內的人整太多，這個結仇太多了吧？所以這個一賬這一算，這是。你也想想，光是將軍就100多個，那其他文官呢？這個高官就數以百計，那你說他最後怎麼下台？